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贺喜，肖战与杨紫因合作余生，请多指教被传恋情，官方辟谣。就在刚刚，肖战与杨紫官宣恋情的消息，宛如又一则司空见惯的插曲，他俩的精彩故事该何去何从？然而，在演艺娱乐圈永不休止的绯闻漩涡中，这寻常表象之下，却折射出当代社会一种深层的文化症候。个体在庞大的舆论机器与公众集体想象面前，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身份阐释权争夺。当明星艺人官方辟谣、反复声明否认恋情，仅为好友时，他们不仅是在澄清事实，更是在喧嚣时代中守护自我定义的微弱而坚定的声音。不过，有些粉丝观众却不死心，仍要继续问个水落石出。公众人物常沦为符号化的消费品，其形象不再属于自身，而成为大众欲望的投射载体。肖战与杨紫在《余生，请多指教》中的精彩演绎，构建了一个令人沉醉的叙事空间，使粉丝观众将剧中情感无意识地延伸至现实。这种人戏不分的现象，源于人类固有的叙事冲动，我们都渴望完美故事的延续，以致用想象填补现实缝隙。资本与流量驱动下的演艺娱乐圈，更是有意模糊戏内戏外的界限，将绯闻转化为持续关注的养料。于是，演员的真实身份被架空，成为集体创作的文本，任由外界涂抹与解读。在此语境下，明星艺人的否认声明具有超越事实澄清的深刻意义。它是对自身话语权的捍卫，试图将真实的自我从公众想象的后茧中剥离出来。每一次仅为好友的强调，都是对过度窥探的温和反抗，试图划定私欲与公欲的边界。这背后是现代性的根本诉求。肖战和杨紫作为独立主体，有权定义我是谁，也有权利选择我爱谁，而非被动接受他者赋予的角色。正如社会学家所指出的，自我认同并非固定不变，而是在与他者的对话中不断调整形成。但当这种对话被单方面臆想所吞噬时，澄清即成为维持身份主体性的必要努力。进一步而言，这一现象促使我们反思自身与舆论的关系。在信息过载的时代，我们是否常将他人简化为满足心理需求的符号？是否习惯于透过偏见与幻想的棱镜看待世界？肖战与杨紫的案例犹如一面镜子，照见粉丝观众往往更愿相信剧情照进现实的叙事，而非平淡真相。这种认知偏差不仅存在于娱乐领域，更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。当我们对他人形成刻板印象或妄加评判时，便在不自觉中参与了对其真实性的剥夺。最终，明星绯闻的罗生门启示我们，真实与虚构的界限需要双方共同守护。就算最终肖战和杨紫结婚了，修成正果，又能怎么样呢？作为粉丝观众，难道不应该为他们高兴和祝福吗？一方面，公众人物需坚持自我言说，以抵抗被符号化的宿命；另一方面，作为信息接收者，我们应该学会保持审慎与尊重，给予事实更多空间和真相，而非沉溺于自我满足的想象叙事。唯有如此，我们才能在这个迷雾重重的时代，既不被流言吞没，也不成为吞没他人的推手。当肖战与杨紫重申好友身份时，他们不仅在捍卫自己的真实，也在为我们这个时代上着一堂关于界限与尊重的必修课。而这门课的终极目标，是让每一个个体都能在喧嚣世界中，拥有定义并守护自我真相的权利与勇气。贺喜与辟谣之间，肖战与杨紫的余生现实困境。近期，关于肖战与杨紫官宣恋情的消息再一次登上热搜，随之而来的却是双方团队迅速的否认与澄清。消息一出，
粉丝的心情在狂喜与失落之间剧烈摇摆，而舆论场则再度掀起了关于明星私生活的集体狂欢。其实，这样的剧情在娱乐圈早已屡见不鲜。一则所谓的绯闻登场，接着是媒体的推波助澜，最后以明星否认恋情，仅是好友的声明收尾。看似简单的澄清，背后却隐藏着更复杂的文化逻辑与社会意义。首先，我们不得不承认，明星在公众视野中早已不仅仅是个体，他们的形象被不断消费、建构、重塑，逐渐符号化，成为满足大众幻想的容器。在《余生请多指教》中，肖战与杨紫饰演的情侣深情对视、温柔互动，构筑了一个让人沉醉的理想爱情故事。许多观众在追剧的同时，也在心底萌生出一种渴望，希望这份甜蜜能延续到现实。于是，剧中情感不自觉地被投射到演员本人身上，人戏不分的现象就这样悄然发生。然而，现实生活并不会完全按照观众的期待展开。明星作为独立的社会人，有权定义自己的感情归属，而不是任由大众的幻想操控。每一次辟谣声明，其实不仅是对事实的澄清，更是一种身份自我的捍卫。他们在对抗的不是单纯的谣言，而是外界对其私人生活的无止境挤压。社会学曾指出，自我认同并非孤立存在，而是在与他人的对话中不断建构。当这种对话被单方面的臆想取代时，明星就会被剥夺掉真实自我，被固定在大众创造的故事里。对于肖战与杨紫来说，这种压力尤为沉重，既要应对作品带来的巨大曝光，又要不断对抗外界的情感投射。他们的否认实则是一种温和的反抗，试图划清公与私的界限，保有最基本的私人空间。另一方面，资本与流量机制在这其中推波助澜，娱乐产业深谙绯闻对于热度的推动作用，戏里情侣的 CP 感被有意无意地延伸到戏外，从而形成话题链条，带动讨论与关注度。久而久之，演员们的真实身份被模糊，甚至被架空，成为公众共同书写的文本。这不仅侵蚀了个体的边界，也让娱乐产业在制造幻想的同时，不断消耗演员的主体性。对于我们作为受众而言，或许更需要反思，在信息爆炸的今天，我们是否过于依赖故事来理解世界？我们是否习惯把他人简化为某种符号，用以满足自身的情感期待？当我们急切地追问肖战与杨紫到底在一起没有时，其实也是在不自觉中参与了对他们真实性的剥夺。我们宁愿相信剧情照进现实，也不愿接受只是朋友的平淡事实。这种心理机制不仅出现在娱乐领域，也深刻影响着我们的日常交往。明星的绯闻罗生门，最终映照出的其实是一个更普遍的社会议题：如何在真实与虚构之间守住边界。对明星而言，坚持自我言说，拒绝被彻底符号化，是必要的生存之道；而对大众而言，学会尊重与克制，不让幻想淹没事实，则是理性消费娱乐的基本要求。毕竟，就算有一天肖战与杨紫真的走到一起，选择携手余生，那也只是他们的个人选择。作为旁观者，我们唯一能做的，或许就是送上真诚的祝福。在这个充斥着流量逻辑与八卦狂欢的时代，每一次澄清都不仅是明星的自我保护，更是一堂关于界限与尊重的公开课。它提醒我们，每一个个体都应该拥有定义自我的权利，不论是明星还是普通人。只有当我们学会放下过度的幻想，还原一个真实的人，才不会在谣言的迷雾中迷失，也不会成为吞没他人的帮凶。肖战与杨紫的故事，无论未来如何发展，最终都该回归作品本身。他们的荧幕表现值得被关注，他们的私生活却不该成为公众无休止的猎物。真正的理性追星，或许正是从接受这份距离感开始。